大家好，我是毛子俊，谢谢大家喜欢江月楼这个角色，也非常感谢大家支持我们这个戏。你们都追到第几集了呀？是已经看完大结局了吗？我因为工作的原因，我才追到29集。我看到有人问我说，安二哥的暴躁跟江科长的暴躁有什么不同？很明显，安二哥的暴躁呢是属于因为他的情商不是很高，所以就是脾气比较暴躁。那江月楼就是因为童年的这些经历造成他心里的那些坎儿，所以会比较暴躁一点。对，结局是的确比较虐，但是因为就是民国其实就是一个乱世嘛，民国真的是一个乱世，所以乱世当中其实很难做到一个很好的结局。我觉得好的结局基本上会，比如说在太平盛世的时候会出现。民国本来就是一个军阀割据，然后战争，百姓的生活都没有保障的，所以江科长才说那么要去缉毒，去维护京城的安宁，因为民国真的是乱世，所以从这一点上去理解，其实如果大家了解民国的历史的话，我觉得如果从这一点去出发，可能就会理解一下这个结局了。我其实接戏我题材没有限制，只是说我希望接一个有些复杂一点的，然后会发挥空间大一点的这种，我觉得演起来会比较过瘾。那江月楼其实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角色我自己也很喜欢江月楼，然后希望大家也都喜欢。对，因为的确很多亲人啊都相继的离世。其实前面包括孙永仁去世也好，我觉得是就我能找到那些点，妈妈的去世我也能找到那些点，署长的去世其实我也能找到当时的情景，但是其实拍陈玉芝去世的那天，我也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去演，因为他其实也没有什么话，就一中枪就是他的反应。其实，在拍之前，我其实也没有想好那场戏要怎么演。就其实拍陈玉芝死的那场戏，我其实完全没有准备好，拍摄之前我也没有想好要怎么演。然后当时本来说想要试试，就抱着陈玉芝大哭，就是很痛苦的喊出来那种哭。但是实拍的时候，其实我自己我是怎么也哭不出来。然后其实那场戏是把它比较淡化的处理，就是看到他死就有点懵，然后后来就是有点就是感觉好像在做梦。后来陈云之就从我的手上滑下去了，滑下去了，我也觉得有点感觉是像一场梦。等到真的碰到他的脸，发现他身体已经冷了以后，就是才真的接受他已经死了这个现实。然后就是一直想要把他叫醒。其实我当时就觉得自己特别，因为我之前看到过那个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玉芝的扮演者易博成。因为我之前看到过，就是一个很惨的，好像一只猫被车撞死了，然后另外一只猫一直在扒拉它那种。然后其实我觉得当时应该也是这种感觉吧，所以就一直在叫它，然后最后真的叫不醒了，就是其实也是一个很简单的处理，就躺在地上，正好那个导演用了一个全景，所以这场戏其实当时大家都没有设计，完全没有设计，就最后出现的是这样的一个效果。
中的大结局其实是，除了展司长死掉之外，其他人都活得好好的。我们那个时候在拍的时候，私下会有聚餐，然后我们都会喝一点，但是不会喝太多，因为我的酒量其实就不用喝太多就可以醉了。对，那个喝的是假酒，但是剧组导演经常会请大家吃饭，记得有一次就请大家吃那个叫什么火锅来着，椰子鸡火锅，然后就大家在一块儿也喝了点酒，好像都不是很能喝的样子，但导演应该还是可以喝的。还有帮张科长医病的时候，就会带有一点点，我来小报仇咯这样子的心态。对，江月楼人设是亦正亦邪的，其实就很简单，他用邪的方法去维持正义，去维护正义。可是我记得江科长帮陈医生包扎伤口的时候，把陈医生的台词一模一样的还给了他，但是那段好像没有剪进去，还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我记得我们当时拍的时候，好像原台词一模一样的还给了陈玉芝。对对对，好像有，然后后来好像就被删减掉了，有点可惜。因为我觉得陈瑜之就是江科长的治愈剂。我没有太多参考，因为躁郁症其实虽然是躁郁症，其实它的范围很广，就每个人可能真的有躁郁症的人，其实症状也不是太相像，所以我挑了一个我觉得可能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去演。对了，子俊哥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啊，你是不是也怕蜘蛛啊？我已经收工了，我现在在吃贵州的酸汤鱼。为什么这么问？你是想拿蜘蛛来吓我吗？我也怕蜘蛛啊。没有，那是因为子俊哥，你不是有一次朋友圈发那个蜘蛛的照片吗？然后我就想说，你也跟我怕一样的东西吗？对，我那个时候正好在广西拍一个电影，然后因为广西比较热嘛，大晚上有一天晚上去洗澡的时候，一个巨大的蜘蛛，大概展开以后手掌那么大吧，吓得不行了。然后后来就让前台他们过来帮我把那个蜘蛛给装到保鲜袋里面，把它给放生了。Oh my god， 这么大一只吗？我的天哪！要是我一定会不敢回那个房间。啊，你不是要做猛男的吗？为什么你会？猛男不可以怕蜘蛛，猛男也不可以看到蜘蛛以后不敢回房间的哦。不是，我会怕蜘蛛，是因为我小时候曾经那个蜘蛛趴到我脸上，然后我醒来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脸上有什么东西，
然后我那时候直接吓死了。自从之后，我对这种脚长长的东西就有阴影。什么是刚刚唧唧？刚刚唧唧，那是什么？我们会在微信讨论剧情啊，包括昨天，好像听大家说有些人对这个结局很不满意哦，我们就上来看一看，是哪个小朋友对这个结局不满意呢？对，昨天就是追完结局，然后就来微博上面啊看一看大家的反应。最后的那边真的是，我看的时候我也哭了。其实就是当时拍这个戏，虽然大家都拍得很开心，但是在拍摄过程中以及拍完以后，其实也是搁置了2年才能够跟大家见面嘛，所以其实也挺不容易的，能够在今年的春天跟大家见面。所以其实对我来说，就是它有一些内容删掉，有一些删减，然后包括拍摄的时候有一些客观条件，很多东西都没有完成。但对我来说，其实就是这个戏能够在今年春天，江月楼跟陈云之能够跟大家见面，我其实自己已经很满意了，也很开心了。谢谢你们大家都能这么用心的追这部剧，然后也谢谢子君哥拍戏辛苦啦。